他是伦敦黑帮中最年轻的老大。自从接管父亲的黑帮帝国之后，他就变得心狠手辣。而这个被吊挂在万米高空的男人，就是背叛他的叛徒。他无情地看着叛徒，还浇着汽油。面对苦苦求饶的小弟，没有一丝心慈手软。随后，他淡定地掏出一盒火柴。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最终男人从万米高空一落而下。Hello， 大家，我是约翰，英国黑帮爽剧《伦敦黑帮》为你献上。他是肖恩·华莱士，只因为小时候写了一篇作文名扬伦敦，标题是我的黑帮大佬父亲。可人算不如天算，他的伦敦猛虎狂屌黑帮大佬父亲死于一场意外。就在1周前，费恩·华莱士过于轻敌，惨遭2名愣头青小混混杀害，而他的司机也身受重伤，下落不明。一夜之间，伦敦的黑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悲伤过后，肖恩是要找出真凶，替父亲报仇雪恨。父亲的死讯很快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各大帮派的头目也闻讯来到家中。可刚刚上位的肖恩却不肯出面会见，他认为枪杀父亲的幕后主使一定就在其中，所以他不想假惺惺的和敌人笑脸相迎。情急之下，身为管家的老黑父子2人便召开了会议。为了稳住局面，老黑表示公司所有的生意都照常进行，并保证他们的每一笔交易都能顺利完成。然而这时，身为家族接班人的肖恩却走了进来，并当场啪啪打了他们的脸。 The tap stays off. 肖恩要他们停止洗钱和卖粉，并掏出了一颗弹头。 If you want access to our business, you'll hunt down my father's killer. 肖恩的决定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不满，说他感情用事不能成大事。但肖恩根本没屌他们，直接转身出门。毕竟他才是整个伦敦黑帮的掌舵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得罪了肖恩就相当于断了自己的财路。然而就在追悼会的当天，一位不速之客却来到了现场。男人名叫卢安，正是阿尔巴尼亚地区的黑帮老大。因为肖恩的父亲就是死在他的地盘上，而他不请自来的目的就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虽然他拼命地解释这件事与自己无关，可肖恩却早已将他视为家族的敌人。Now grab a hymn book, take a seat, and pay your fucking respects. 而另一边，小黑通过关系找到了一些重要线索。他们通过对现场的监控录像发现，原来老大的司机并没有死，而是被几人强行带上车后离开了现场。就在这时，一个叫吉姆的小弟突然发现，这他妈不是卢安的手下吗？他刚刚还在隔壁的酒吧看见过这几人，酒吧门口停着的也正是那辆面包车。得知线索后，小黑立刻回去向肖恩汇报，而其他几人朝着酒吧的方向走去。一场精彩的大战也即将开始，几人进入酒吧，二话不说直接进入战斗。接下来就是吉姆的高光时刻。最后在一条巷子里，吉姆抓住了那个绑架司机的小混混。而此时的另一边，肖恩父亲的追悼会也正式开始。然而这时，卢安却突然收到了一条重要消息，随后便带着手下匆忙离开了现场。与此同时，吉姆威胁卢安的手下来到藏匿司机的地点，在这里找到了那名身受重伤的司机。对方刚要开口解释，可突然来人正是阿尔巴尼亚的黑帮老大卢安。吉姆2人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本以为卢安会将2人灭口，可没想到的是，卢安表示这件事和自己并没有关系，也不清楚司机为何会出现在自己的地盘上。卢安让他带司机回去向肖恩解释清楚，留下一句话后便放2人离开了这里。Don't ever come to my place of business. 回去的路上，司机将老大遇害时的经过告诉了吉姆，说出2名小混混的车牌号后就昏了过去。而另一边，行凶过后的2名小混混被吓得都不敢出门了。原来2人也是收钱替人办事，本以为目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可万万没想到，他们杀的竟然是伦敦最有实力的黑帮老大。然而其中1名小混混也并不简单，他的父亲正是吉普赛地区的老大。得知此事后，他像发了疯似的四处打听儿子的下落。在儿子好兄弟的口中得知，2人只是借走了自己的车子，然而其他的事情他也并不清楚。另一边，当肖恩得知是卢安的手下劫持了司机后，他认为父亲的死一定和卢安有关，宁可错杀1000也不放过一个，所以肖恩决定直接带人去找卢安算账。可管家老黑却认为肖恩做事有些莽撞，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家族不但会树立更多的敌人，还会导致手下的几大帮派产生内讧。他希望肖恩能够妥善处理问题。 I'm not interested in peace. 然而就在这时，吉姆将身受重伤的司机带了回来，而此时的司机还在昏迷当中。然而令吉姆没想到的是，他见义勇为的行为却遭到肖恩的质疑。突然冒出来个陌生人，并且不顾危险从卢安的地盘将人给带了回来。而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只有2个，
要么就是卢安派来的卧底，要么就是不怀好意。还没给吉姆解释的机会，肖恩便用枪口对准了他。And I will take a fucking belt. Start talking. Fuck off! Shit I've been through today for you. And you put a fucking gun to my head. Fuck you! 吉姆一开口就是马戏魔法攻击。肖恩一看这小伙这么有血性，也终于理性了一次给他解释的机会。随后吉姆将司机的话转告给了肖恩，杀害他父亲的正是2名吉普赛的小混混，并将凶手的车牌号写在了纸上。吉姆发誓，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实话，而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能跟着肖恩做事。听到这些后，肖恩慢慢放下手中的武器，直接下达通杀命令。 We're on search of these fuckers. I don't care if they work for us or they're paid off by us. 而此时，2个小混混正躲藏于废弃的大楼里，得知自己杀的是黑帮老大后，大壮被吓得不敢踏出房门半步。然而这时小帅却悄悄接了一通电话，而电话的另一头正是他的好兄弟。惊吓过度的小帅将2人的藏身之处告诉了对方，可万万没想到，此时的兄弟已经被吉普赛老大所挟持，也正是大壮的父亲。得知消息后，父亲立刻带人赶往儿子的藏身之处。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吉姆收到一条神秘短信，短信的内容正是2个小混混的所在位置。情急之下，吉姆火速赶到这里，可最终他还是晚了一步。此时的大壮刚好被他的父亲所带走。随后吉姆警惕地进入大楼查看，可眼前的情景却惨不忍睹，屋内只剩下一名浑身是血的屠夫。吉姆小心地走过去，用枪顶住他的脑袋的同时看了眼里面，发现躺在浴缸里的正是另一名混混。可突然，经过一番激烈的肉搏，最终屠夫睡得十分香甜，而门外的一名女警早已在此等候。果然不出所料，吉姆正是警方派来的卧底，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搜寻犯罪证据，准备将华莱士家族为首的黑帮团伙连根拔起。而此时，大壮被父亲带到野外一处偏僻的房屋，为了躲避华莱士家族的追杀，身为吉普赛老大的父亲也无能为力。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儿子暂时藏起来，而此时的大壮也只能听天由命。另一边，身受重伤的司机从昏迷中醒了过来，管家老黑将一杯咖啡递给了他，而2人接下来的对话却成为了谜团。I'm tired, Jack. Sooner or later, they're gonna find out. Bill, you understand me? They're not gonna hear from me, not one word. 话音未落，司机的四肢开始变得僵硬，只能看着老黑接过那杯咖啡，又从兜里掏出一把剃刀，并亲手结束了他的生命。老黑到底为何要杀人灭口？2人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次日，凶手的父亲却主动找上了门。男人正是吉普赛地区的老大，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想挽回儿子的性命。他对肖恩解释道，儿子只是被人利用的一颗棋子，是受人指使才意外杀了他的父亲。随后又拿出儿子当晚使用的手机，他认为幕后的黑手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并希望肖恩能手下留情，放儿子一条生路。 Fuck off. Have I got your word to leave my son alone? You have my word that I won't shoot you in the back. 见肖恩如此执着，吉普赛老大只能无奈地转身离去。当众人走后，肖恩直接下令准备屠杀。今晚血洗吉普赛营地。在肖恩的带领下，众人整装待发，准备前往吉普赛的营地。而此时的另一边，黑老大却表现得心急如焚，似乎也察觉到了要有大事发生。警惕的他掀开窗帘向外望去，一下就看到了一群黑衣人。在肖恩的带领下，众人手持武器对着营地疯狂扫射。房屋外的吉普赛人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此时的黑老大惊慌失措，恨不得找个地板缝钻进去。情急之下，还真砸开了地板钻了进去。但他的手下和营地的人却无一幸免，全都领了盒饭。随着一声巨响，肖恩几人终于停止了屠杀。望着眼前的情景，肖恩的母亲也开怀大笑。一夜之间，吉普赛的地盘被夷为平地，黑老大却趁乱逃离，侥幸活了下来。可就在这时，2名手持武器的神秘人却赶到这里，随后在废墟中找到黑老大掉落的手机，短信的内容正是他儿子的藏身之处。黑老大瞬间有了一种不祥预感，随后他立刻朝儿子的藏身位置赶去。而此时的大壮正躲藏在一处安全屋内，可殊不知危险即将来临。一群训练有素的雇佣兵已经采取行动，并朝大壮所在的安全屋慢慢靠近，而他们的目标正是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人。此时，窗外的老父亲拼了命想要保护儿子，可为时已晚。训练有素的雇佣兵对着房屋疯狂输出，毫无防备的吉普赛人瞬间领了盒饭，而黑老大却拿着一把破枪垂死挣扎。面对强烈的火力压制，仅剩的几人迅速躲进安全屋内。就在这关键时刻，男孩冒死启动了防护装置，防弹铁板瞬间包围了整个房屋。雇佣兵见状后立刻停止射击，
队长当场发令，所有人改变计划，准备强攻。2名小队成员顺着梯子爬到屋顶，当场安装了一枚 C4 炸弹。随着一声巨响，屋顶瞬间被炸开一个大洞，可男人却捡起武器再次发起抵抗。随后几名雇佣兵从屋顶一跃而下，经过一阵猛烈的哒哒哒后，房屋内的人几乎所剩无几。枪声停止后，门外的雇佣兵开始了收尾工作。可就当众人准备炸开房门的时候，男人用最后的力气将一包炸弹丢了下来。随着一声巨响，门外的雇佣兵瞬间被炸得灰飞烟灭。此时屋内的父子俩趁乱钻进了地道，而地道的出口处已经停好了一艘船。可就当父子二人准备逃离的时候，雇佣兵紧追不舍，对着2人的背后就是一梭子子弹。可父亲依然没有停止脚步，而是用身体挡住子弹，保护着儿子。可最终父子俩还是倒了下去。老父亲用最后的力气紧紧抱住儿子，并轻轻地说道：“这就是所谓的父爱和坑爹吧。”以一己之力干碎了自己家族所有人。雇佣兵解决完目标后，他们又接到一通神秘电话。We'll trace and return to London. We've got a new target. Another son. 雇主口中的儿子不是别人，正是费恩·华莱士的长子肖恩·华莱士。杀害父亲的主使即将浮出水面，但肖恩也不是吃素的。为了找到杀害父亲的幕后真凶，肖恩将每个有嫌疑的人都列入了名单。而接下来要解决的目标就是眼前这个男人——阿尔巴尼亚地区的老大卢安。因为父亲就是死在他的地盘上，这件事也自然和他脱不了关系。宁可错杀1000，他也不想放过一个。紧接着，肖恩召集手下来到卢安的地盘，可卢安却单枪匹马出现在众人面前。就当他准备向肖恩解释时，一条红外线却瞄准了肖恩的脑袋。幸亏手下冲上前替肖恩挡了一枪，可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躲在暗处的狙击手却再次扣动了扳机。此时的肖恩犹如枪口下的猎物，几名手下也接二连三倒了下去。就在这关键时刻，吉姆却突然赶来，将肖恩扑倒在一旁。虽然肖恩毫发未损，但吉姆的腹部却吃了一颗子弹。而此时的卢安正拼命地掩护肖恩撤退，由此可见，远处的枪手并不是卢安的手下。来不及多想，肖恩带着受伤的吉姆上了一辆车，随后便迅速离开了这里。将奄奄一息的吉姆带回家后，肖恩抓紧让医生帮忙止血取出子弹。然而就当众人忙得不可开交时，门外的佣人却悄悄掏出了一把手枪，下一秒便将枪口对准了肖恩。要不是老黑父子及时开枪，恐怕这次也是凶多吉少。2次死里逃生后的肖恩彻底懵了，杀害父亲的主使到底是谁？又为何一心想要自己的性命？这一刻起，整个华莱士家族也变得惶恐不安。可此时的母亲却不想坐以待毙，她决定直接回家，并不是因为她怂了，而是因为她父亲也有个特殊身份，正是爱尔兰当地的黑帮老大。当得知女儿的情况后，父亲召集了黑帮所有的兄弟，准备前往伦敦助自己大外孙一臂之力。而此时的另一点，管家老黑却告诉儿子一个惊天秘密，原来他早就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想要肖恩性命的正是那些背后的投资者们。由于父亲死后，肖恩为了报仇便停止了家族所有生意，可没想到他的这番举动却遭到那些投资者的不满。由于挡了别人的财路，所以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打算干掉肖恩，因为他们更喜欢小黑这样聪明的人来掌控大局。等解决了肖恩之后，再扶持小黑接管华莱士家族所有的生意。得知真相后的小黑大吃一惊，决定立刻将事情的真相告诉好兄弟肖恩，但却遭到父亲的强烈阻拦，因为他不敢得罪那些有权有势的投资者。为了家人的性命着想，老黑也不得不向资本低头，无奈妥协。而此时，华母已经带着娘家的人马回到伦敦，以此来保证一家人的安全。但母亲的所作所为却引起肖恩的不满，因为他并不想让母亲也参与其中。可当看到母亲递给他的一份资料后，肖恩也瞬间恍然大悟，原来华母早就怀疑身边有内鬼，并且派人偷偷的监视老黑父子俩。果不其然，这件事果然和老黑父子有关。肖恩万万没想到，背叛自己的竟然是身边最信任的人。到了晚上，肖恩叫来老黑父子二人当面对质，而老黑也终于说出了实话。Our investors killed Finn. 原来肖恩的父亲早就想过要金盆洗手，打算停止家族所有生意，然后远走高飞。但那些背后的投资者们却不肯妥协，无奈之下才对老华莱士痛下杀手，并决定扶持小黑来接管整个华莱士集团。What did you decide for Sean? They don't want Sean anywhere near it. Wait, someone jealous of my father, but you fucking Judas cunt. The collateral mess. Get out of my fucking house! 一气之下，肖恩将老黑父子二人赶了出去，整个华莱士家族也因此闹得四分五裂。为了躲避追杀，肖恩只能带着母亲躲进破旧的老房子里。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黑帮家族，一夜之间变得颠沛流离。
过着四处逃窜的日子。但此时的华姆却不想坐以待毙，并决定回爱尔兰召集人马卷土重来。可此时肖恩的心里却是五味陈杂，他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为什么好兄弟会背叛，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没能保护好父母。肖恩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随后他掏出手枪对准了自己。最终肖恩还是放下了手枪，随后他转身向窗外望去，望着眼前耸立的高楼大厦。这一刻，肖恩的一部分已经死去了，而迎接他的是另一种新生。这一刻起，肖恩终于不再沉默，势必要让那些投资者付出应有的代价。随后他给背叛自己的小黑打去电话，并让小黑看着窗外耸立的大楼。Except I'm on the opposite side from you. It's a different view. 眼前的大楼正是那些投资者的心血。肖恩告诉小黑，虽然我看不见那些背后的投资者，但我可以亲手拆掉他的房子。说完，肖恩便挂断了电话，而另一边的小黑还一脸的懵逼。与此同时，一辆装满液体炸弹的面包车驶入停车场，随着肖恩的一声令下，车内数吨的炸弹走完了最后的倒计时。爆炸声惊动了整座城市，一座巍然耸立的大楼也瞬间倒塌。没想到肖恩竟然用这种手段报复，而他的举动也彻底惹怒了那些投资者。紧接着，一群雇佣兵再次对肖恩展开了追杀，而另一边，管家老黑在一处墓地找到了华姆。在投资者的威胁下，此时的老黑也别无选择，只能逼问他说出肖恩的藏身之处。可华姆却无所畏惧，掏出了手枪，而老黑也同时将枪口对准了他。两人对视后，老黑便扣动了扳机，解决完华姆后，老黑转身离去。与此同时，肖恩给小黑打去了电话，曾经最好的兄弟，可如今却反目成仇，变成了敌人。而现在的两人也应该做个了断了。挂了电话后，小黑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手枪，随后朝肖恩所在的位置赶去。而这边的肖恩却拿出一部手机，原来他已经知道了吉姆的真实身份，手机里的内容正是他卧底的证据。可当面对肖恩的质问，吉姆不但没有狡辩，还当场指证了华莱士家族犯下的所有罪行。然而肖恩也并没有感到意外，但还是给吉姆来了一拳。I've got something very special lined up for you. 肖恩并没有难为吉姆，还拿出一张储存卡交给了他，卡里面装的正是华莱士家族与投资者们的所有犯罪证据。为了彻底扳倒那些人，肖恩想借吉姆警察的身份将他们连根拔起。与此同时，小黑也来到了这里，两人深情的拥抱过后便言归正传。由于肖恩炸了投资者的大楼，这便让小黑感到非常不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此时的小黑也别无选择，随后便掏出武器对准了肖恩。这一刻，兄弟之间的感情彻底决裂。想起两人曾经的点点滴滴，肖恩也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并坦然面对了一切。可最终，小黑还是没勇气朝自己的兄弟开枪。然而这时，吉姆却接过小黑手中的武器，随后就将枪口对准了肖恩。原来就在1小时前，投资者派人抓住了吉姆，并用亲人以此威胁他杀掉肖恩。为了家人的性命着想，所以肖恩必须死。随着一声枪响，肖恩倒在了两人面前。而此时，大批警察已经赶了过来，吉姆和小黑趁乱之中逃了出去。最后，吉姆带着肖恩留给他的储存卡成功脱险。但是这一切都并未结束，其实华姆也并没有死。Marian, I'm going to help you. 以上是伦敦黑帮第1季的剧情解说，华莱士家族是否能逆风翻盘？吉姆真的彻底黑化了吗？如果你喜欢追剧又没有时间，那不妨订阅约翰，接下来会有更多一口气剧集解说。认准我的频道，一口气看剧找约翰，沉浸体验剧好看。我们下期再见。伦敦黑帮之间的战斗都已经到了动用加特林的地步。近年最火爆的暴力美学爽剧《黑帮英剧《伦敦黑帮》第2季为你献上。伊斯坦布尔的一处黑帮根据地正在遭受杀手的疯狂袭击，场面一度非常惊悚。曾经杀死了黑帮太子肖恩的吉姆，现在已经彻底沦为黑金组织的杀手。这次他的任务就是单枪匹马来到伊斯坦布尔，血洗这里不听话的黑帮，随后拍照发给黑金组织，表示已经完成了任务。紧接着赶回伦敦，来不及休息，下条任务已经发到了手机上。深夜，伦敦的一处仓库，阿尔及利亚黑帮正在交易一批军火武器。军火运入仓库以后，老大巴瑟姆留下3名小弟看守，可是很快就被蒙面人劫持。紧接着，这伙人的老大，黑金组织的特派人科巴，面无表情地出现在仓库，先是开枪打死1名小弟，然后逼迫另一个小弟开始吞子弹，1颗不够那就2颗，随后让小弟举起枪对准同伴，逼他们说出这批武器的卖家信息，但他们只是小弟，根本不知道幕后大佬们的身份。于是科巴命令小弟打死同伴，给他留下一命，回去给老大巴瑟姆带个口信。
自从教父和肖恩死后，势力最大的阿西夫家族接替了他们的位置。华莱士家族的管家大小黑父子仍然替黑金组织洗钱理财。阿西夫召集伦敦黑帮的各大家族开会，最近有人不听话，开始不通过黑金组织的渠道私下交易军火白面，这是万万不被允许的。于是黑金组织派来的科巴准备给这些黑帮大佬一些教训，让他们老老实实听话。科巴表示，售卖军火和面粉必须通过黑金组织的指定渠道，否则别怪自己翻脸无情。他知道巴瑟姆的那批武器的卖家一定是在座各位的某位老大。科巴没有找巴瑟姆的麻烦，军火武器的源头才是要查的重点。科巴放下狠话，他要是查出是谁在搞这些小动作，下场一定非常凄惨。第二天一早，大黑便来到了阿尔巴尼亚黑帮老大卢安的家里。卢安自己本身就是战神附体，他的一切都是真刀真枪亲手打出来的，单挑尼日利亚毒枭莫斯，并且以一敌四团灭对手，仿佛就在昨天。而大黑知道巴瑟姆的军火一定是卢安卖给他的，其他人可没这个胆。卢安直接承认，他早已不堪忍受黑金组织的控制了。大黑和他是老朋友，表示只要供出谁是卢安的上级供货商，大黑可以和黑金组织谈谈，保证不再追究。大黑找到了新教父阿西弗，让他去跟黑金组织协商一下，保证不再找卢安的麻烦，卢安就会供出上级批发商。科巴闻讯赶了过来，脸上满是操控这群大佬的得意神色。过了路口就是阿西夫的办公室。正在这时，一辆神秘的红色汽车撞上了他。科巴以为只是简单的交通事故，司机正在下车询问的时候，却被神秘人一枪爆头。科巴直接俯身躲避神秘杀手，可等到科巴冲下车，神秘人早已加速离开，只留下闻讯赶出的阿西夫几人。这个节骨眼居然有人敢袭击科巴，而且很显然，这还只是一次警告。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当着黑道最有权势的3个人面前发动袭击？大黑的女儿香农是吉姆的女友，之前不愿配合吉姆的上级警方调查，还打死了当时吉姆的上司警官。在父亲大黑的操作之下，香农居然由于证据不足被释放，但他也转变了心态，以后再也不想掺和家族的事情，就告诉哥哥小黑，让父亲和哥哥不要再来打扰自己。晚上小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但吉姆已经受黑金组织指派，持枪出现在他的身后。原来黑金组织早已不满小黑的行为，准备将他灭口以绝后患，但是吉姆最终还是放下了枪。肖恩死前曾经给他一个 U 盘，里面已经搜集了黑金组织的罪证。吉姆也不堪被黑金组织控制，变成只会杀人的工具。他希望能和小黑联手，揭穿黑金组织的种种罪行。小黑却很绝望，黑金组织有很多英国政府权力的核心人物，既然他们想要自己死，那自己绝对无法逃脱。而在另一边，卢安的豪宅之外，本应有保镖看守的大门，此刻却死一般的静寂。卢安察觉不太对劲，开始查看房屋四周的监控，这时才惊现保镖早已被人杀死。卢安意识到危险来临，一定是自己私下贩卖军火被找上了门，他赶紧叫醒了2个女儿，然后把妻女3人安排进密室躲藏。刚刚安顿好家人，2个蒙面杀手已经出现在大厅。卢安情急之下跑进书房，这里藏着他早就准备好的武器。放倒了2个杀手后，房屋突然被控制断电，这对卢安来说再好不过了。这里可是我家呀！仗着对家里的布局熟悉，卢安干掉了一个又一个杀手。就算被杀手打掉武器控制着，卢安也能顺手摸起厨房的餐具，继续开始猎杀。随后拿起杀手的大锤，一锤掀翻了杀手，接着举起大锤，用尽全力砸了下去。卢安捡起武器，直接大声呼叫科巴的名字。整座房屋已经尸横遍野，卢安也毫不留情，绝不留下一个活口。正在这时，密室传来了妻女凄厉的惨叫。等到卢安赶到的时候，虽然2个女儿安然无恙，但是妻子已经被科巴抓走。上一季的最后一幕，黑金组织拿大黑的家人性命要挟，逼迫他开枪打死了肖恩的母亲华姆玛丽安。不料玛丽安没死，被丈夫生前的情人救走。华莱士生前私吞的黑金组织15亿美金，全都放在了情人的账户。依靠这笔钱，加上玛丽安自家的黑帮势力，玛丽安劫后余生做起了军火生意，而他就是卢安贩卖武器的上级供货商。吉姆正在整理后备箱，那辆杀死科巴司机的神秘红车再次出现，一脚油门对他冲了过来。看得出来，这也是一次警告。随后加速扬长而去。这辆红色汽车的主人究竟是谁？肖恩·华莱士的弟弟比利·华莱士，之前在家族惨遭侵袭的前一天就跑了。当时他带着怀孕的姐姐逃离危机，并且由于过分信任吉姆，还将哥哥肖恩的藏身地点告诉了他。不料哥哥却被吉姆杀害，这让他一直想要替肖恩复仇。这天母亲的管家打破了他和姐姐的宁静生活，他们已经查到了吉姆又在伦敦现身。比利义无反顾收拾行囊，告别姐姐前往伦敦，他要亲手干掉吉姆，替哥哥报仇。此时的吉姆又被黑金组织派下了任务，他来到了科巴的大本营。
对于这个连肖恩都敢杀的人物，科巴也是早有所闻。既然两人都是替黑金组织做事，科巴便让吉姆替自己查一下，究竟是谁干掉了自己的司机。毕竟吉姆曾经是刑警，查起案子熟门熟路。果然通过追尾处的红漆发现信息，这时吉姆才反应过来，这个人和先前撞自己的是同一个人。肖恩的母亲玛丽安还在自己的军火仓库，这时接到了卢安的电话，卢安声称自己要和科巴开战，需要更多的军火武器。玛丽安和卢安是多少年的老朋友，很快答应马上安排送货。可是镜头一转，科巴坐在旁边目睹了整个电话过程。原来科巴拿卢安妻子性命要挟，要他想办法引出玛丽安，绕过黑金组织不说，还敢私自在伦敦售卖军服武器。科巴一定要除掉玛丽安，这连一旁的大黑都看不下去。他们混了这么多年，一向秉承祸不及家人的原则，没想到科巴这么不守江湖规矩。等他怒气冲冲想找阿西夫告状的时候，阿西夫却告诉他一个噩耗。这时大黑才知道自己的儿子小黑已经跳楼身亡，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黑金组织干的。大黑强忍着悲痛，强装镇定离开了阿西夫的办公室，直到看到了儿子冰冷的尸体，大黑才彻底释放了悲痛的情绪。父子二人替黑金组织卖命多年，没想到还是被他们无情抛弃。此时的科巴手下再次遭遇袭击，甚至不知道什么人干的。科巴的一处仓库，3个索马里小弟被杀，死状恐怖。吉姆也来到了这里，准备几个事件一起调查。这时吉姆才发现，黑金组织的人一直对自己不信任，总会派人跟踪自己。要不是父亲被他们软禁，吉姆早摆脱了黑金组织的控制。此时离他不远处的车内，肖恩母亲玛丽安的管家出现，就是他悄悄跟踪着吉姆，并且拍下照片发给比利，是时候动手干掉吉姆，替哥哥肖恩报仇了。阿西夫知道华莱士生前贪了黑金组织的15亿美金，于是他找到了华莱士最信任的财务律师。阿西夫知道所有手续一定是律师操办的，于是逼迫手下对他动手，要他必须在3天以内把华莱士的情妇账户的15亿美金找回来。此时钦差大臣科巴蹦蹦跳跳的到来，他还科巴带来了新旨意，以后所有黑帮的利润必须给自己50%。得知兄弟战神卢安的妻子被绑架，而且以此作为教训，阿尔及利亚黑帮老大巴瑟姆敢怒不敢言，只能答应跟科巴合作。此时卢安来到了军火交易的见面地，他为了赎回被科巴绑架的妻子，只能背叛了供货商，将前来交易的玛丽安小弟绑架带走。黑金组织的杀手吉姆对于被黑金组织的控制已经不堪忍受，在肖恩死前，英国政府的政治核心已经注意到黑金组织，派出特遣员辛格展开调查。吉姆约见了辛格，声称自己有肖恩死前留下的 U 盘，里面有黑金组织的犯罪证据，只要辛格能将自己和父亲安全送出国，吉姆愿意配合交出 U 盘，一起扳倒组织。卢安开始审问玛丽安小弟，逼问出了玛丽安的藏身之处，随后打电话将地址告诉了科巴，要求他放了自己妻子。吉姆还在调查神秘人的案件，他和科巴的小弟来到巴瑟姆的地盘，看起来所有事情貌似都是巴瑟姆私下贩卖军火引起的，所以吉姆准备找巴瑟姆细谈一下。此时的巴瑟姆还跟侄女萨西在闲逛，萨西由巴瑟姆带大，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可是突然之间，巴瑟姆被神秘人一枪爆头，萨西完全被眼前的景象吓傻。神秘人简单道了个歉后快速离开，镜头一转，又是那辆神秘的红色汽车。吉姆和科巴的小弟刚刚赶到这里，又被神秘人抢先了一步。吉姆将萨西带到了偏僻之处，准备询问一下神秘人的信息。正在这时，一直尾随跟踪的比利出现。对于杀死肖恩，吉姆也一直心怀愧疚。比利虽然之前一直是典型的纨绔子弟，一心想替哥哥报仇，但是真要他开枪打死吉姆，一时间也无法下手。正在比利万分纠结的时候，科巴的小弟已经赶到了这里，比利只好乱开一枪，随后在枪林弹雨中边打边逃。吉姆一直死死地护着萨西，让他免遭流弹伤害。比利肩膀被打中，开始慌不择路向外跑去。科巴的小弟由于有黑金组织的庇护，在海鲜市场肆无忌惮地开枪，根本不管这里工人的死活，一时间无辜工人死伤惨重。吉姆不忍看着比利被杀，佯装追击干扰科巴小弟的射击，最终在吉姆的掩护之下，比利得以安全跑出来。父亲生前的老下属早已在此接应，但是科巴小弟已经追了出来，老下属只能仓皇倒车，准备带着比利逃离这里。不过对于拥有自动火力的黑帮，很显然很难安全脱身。老下属拿自己的命保护了比利，最后车辆坠入了河中。科巴小弟仍然不放心，对准河面一阵疯狂的扫射。他们已经认定是比利杀死了科巴的司机和小弟，还有刚刚被爆头的巴瑟姆。比利在河里漂了很久，那辆红色汽车再次出现，下来一个神秘人将比利拖到了岸上。看到比利只是肩膀中弹，被一阵猛摇过后苏醒了过来。一瞬间，比利以为见到了鬼魂，因为在他面前的正是他的哥哥，已经死去的肖恩·华莱士。看到哥哥还活着，比利喜极而泣，两兄弟紧紧地抱在一起。但是这一切都被吉姆远远看在眼里。原来当日肖恩脸颊中弹，
最后赶到的警方以为他已经死了。肖恩迷迷糊糊看到莱尔出现，一枪打死了警方人员，随后将他带走抢救。抢救完成以后转移的时候，又突然冲出一伙神秘人，打死了莱尔的小弟和司机，将莱尔和肖恩一起带走，对肖恩采取了最先进的医疗抢救。最终，肖恩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一处类似囚牢的房间之中。从重谈之后到现在，肖恩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一直在囚牢中养伤，等到身体恢复之后，终于有人开始与他谈话。原来英国政府另一群政治核心人物早已注意到黑金组织，一直想要清除这伙权势滔天的非法集团。身为整个事件漩涡中心的肖恩，非常了解黑金组织和地下黑帮，自然是对付黑金组织最佳的武器。但是肖恩受够了被人操控的日子，断然拒绝了与他们的合作，于是遭到了这伙人的严刑拷打。日复一日的过了很久，肖恩终于振作起来，开始每天好好吃饭，还用牢房简陋的设备锻炼身体。在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康复之后，肖恩主动和政府特派员谈话。这个特派员正是早就开始调查黑金组织的辛格。肖恩表示愿意和他们合作，从根基动摇黑金组织，而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重新接管伦敦的地下黑帮王国。和政府合作的唯一条件是释放莱尔。莱尔的库尔德武装力量正是可以帮助肖恩打响崛起的第一枪。等肖恩救出弟弟后，才得知卢安将母亲玛丽安的地址告诉了科巴，现在科巴一定派人去干掉母亲了。玛丽安也感觉不太对劲，自己派去和卢安交易的小弟，还有刺杀儿子的吉姆，一个都联系不上了。这时终于接到了比利的电话，但是话筒那边传来的却是肖恩的声音，这让玛丽安呆住，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蛋儿还活着。现在没时间叙旧，肖恩赶紧让母亲迅速离开，科巴派的人已经在路上了。正在这时，头顶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玛丽安还在纳闷肖恩怎么打赢的复活赛，可德巴派来的杀手已经开始行动，在加特林居高临下的无差别扫射之下，地面的一切那叫一个摧枯拉朽。华莱士生前的情人也被爆破的玻璃碎片击中小腿，情人救过玛丽安一命，玛丽安奋力地将她拉在墙后躲藏起来。直升机还在盘旋，科巴通过平板兴奋地观察着自己的杰作，机枪甚至对着房子乱扫，打得玛丽安脚底都在颤。经过不断的开火扫射后，整座房屋已经千疮百孔。此时忠诚的手下发动车辆，让玛丽安几人往屋后跑去，他则是开车引开直升机。直升机果然上膛，开始对准手下发动攻击。但是科巴已经发现车内并没有玛丽安，莱尔派出库尔德手下提前来到屋后树林接应，终于安全接走了玛丽安。玛丽安被带到了库尔德的大本营，在这里见到了两个人，母子三人相拥而泣。激动的情绪退去之后，玛丽安愤怒地指责肖恩，这一年多你打个电话回来也好，搞得一家人都以为他死了。肖恩独自开车来到路边，思考着复仇的计划。这时一辆车突然冲了出来，肖恩小心翼翼下车查看，可一把手枪已经抵在他的后脑勺。白人是一直跟踪他的吉姆，两人曾经的关系非常要好，吉姆也是迫于无奈向他开枪。现在两人都听命于英国政府高层，所以暂时放下了私人恩怨，以共同对付黑金组织为统一目标。不过英国人除了背叛就是和好又背叛，阵营也有些儿戏和混乱。华莱士的情人找到了莱尔，如果任由肖恩母子三人联合做大，那么自己这个外人的性命便变得危险。自己身上还有华莱士生前转移的15亿。思考片刻，他提出要加入库尔德黑帮，想着将肖恩三人踢出局。于是两人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但是情人刚刚说出自己的计划，肖恩已经掏出了枪，情人就这么命丧当场。趁着他手指还是热乎的，玛丽安通过指纹用手机转账，成功拿回账户的5亿美金，而剩下的10亿多早就被阿西夫胁迫律师转走了。虽然没有全部拿回来，但是5亿美金已经足够了，肖恩只需要一半就能夺回伦敦。另一边，卢安的妻子被科巴绑架，埋进了地下棺材里，然后装上摄像头对准了他。可明明是因为自己的小弟不够强，导致玛丽安逃走，科巴却把一切罪责归咎给卢安，不顾卢安的苦苦哀求，强迫他晚上参加黑帮大会。他要在会上宣布重要的事情，散会以后才可以放走卢安。妻子肖恩归来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吉姆不愿再参与其中。他告诉辛格，必须马上动用政府关系，救出自己被黑金组织软禁的父亲，然后准备护照离开，否则就毁掉装有罪证的 U 盘。辛格无奈之下只能答应。卢安担心妻子窒息，他已经等不到晚上了。卢安持枪胁迫了大黑，让他带自己去埋起妻子的地方。大黑也不满科巴的所作所为，他和卢安夫妻又是多年老友，于是带着卢安来到了埋着妻子的地方。听到妻子在下面的呼喊声，卢安不顾一切开始挖掘，但是此时科巴的人已经赶了过来，他们一把拖起卢安，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本来晚上开会的目的就是要处决不听话的卢安，小弟收到了科巴的指令，准备现在就要将他处决。大黑实在看不下去了，
黑金组织已经杀死了自己儿子，一股怒气油然而生，于是抄起铁锹与卢安一起混战。可惜大黑毕竟干了多年幕后，已经很久没有拳脚战斗的经验，很快被打趴在地。卢安依然战神附体，在雨水泥巴中一番苦战，打倒了几个小弟后，接着继续癫狂地挖掘妻子。结果科巴小弟爬了起来，一铁锹打中了卢安。阿尔巴尼亚黑帮老大真是战神，被打成那样照样活了过来。科巴准备当着所有在场老大的面处决卢安，教训大黑，达到杀猴警鸡的效果。此时的肖恩战队已经全副武装，乘坐8辆商务车，秘密地开往科巴的8个据点。已经确认科巴和所有的老大都在开会，每个人都在看着时间，等到约定的时间一到，8队人马会同时展开突袭。阿邦被杀的老大巴瑟姆的侄女萨西还在日常给一个据点送白面，但是他们才刚刚下车，肖恩已经下达了开战指令。8处据点收到激烈的枪击，而科巴还在准备处决卢安。这时敲门声响起，突然的变故让科巴直接傻了，是谁敢这么大胆，居然敢对自己动手？随着各队的对讲机响起，8支小队全部完成了袭击任务，并且无一人伤亡。小队纷纷按照计划撤退，一时间8个据点尸横遍野。肖恩和弟弟比利还在清剿最后的敌人，连炸弹都用上了。爆炸声此起彼伏，科巴开会的场地也一片狼藉，大家已经顾不上卢安和大黑死活。库尔德黑帮的白叔也在开会，他不忍卢安在这等死，准备将他救出去。卢安让白叔带大黑一起走，大黑身负重伤，知道白叔无法拖起两人，强行让白叔先把卢安带走。整场袭击结束，科巴的势力损失惨重，更让他发狂的是，他根本不知道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城市多处发生暴力事件，爆炸声接连不断，这让警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能认定为恐怖袭击活动。吉姆在远处注视着一切，肖恩太疯狂了，自己必须赶紧离开伦敦。肖恩抓来了送货的萨西和小弟，让他们回去给科巴带个信。这个小弟也是被科巴逼迫吞下子弹，给自己老大带口信的。小弟2次带口信救了自己2命。肖恩让萨西转告科巴 Tell him Sean Wallace is coming for him, and everything he touches, I'm taking London back. 卢安逃过一劫，来到了妻子被埋的地方，现在一片混乱，这里已经没有小弟看守，好在妻子还活着。夫妻2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英政府核心组织的代表辛格对于昨晚肖恩的动作非常满意，这次行动给黑金组织的打击不小，他们已经控制了媒体，将这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跟黑帮争斗1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肖恩已经听出一丝不对，难道说自己以后必须对这伙人唯命是从吗？那这跟以前被组织控制有什么区别？卢安将妻子女儿暂时安顿下来，这时突然惊讶地发现肖恩母子3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虽然大家是多年的老友，但是黑帮在利益面前哪有信任可言？双方一时间举枪对峙，肖恩首先放下了枪。卢安这才知道昨晚的战争是肖恩发起。肖恩表示大家都是父亲的老下属，毕竟卢安为了救妻子才出卖了母亲的位置。肖恩不再追究，但是要求卢安加入自己，共同对付科巴和黑金组织。卢安已经被科巴吓破了胆，他不相信肖恩斗得过科巴和黑金组织，拒绝了加入肖恩。肖恩也没强求。随后母子3人离开了这里。肖恩母亲玛丽安得知大黑还在科巴手里，曾经2家是至亲，他看着大黑女儿肖能长大，于是打电话通知他赶紧离开家里，科巴极有可能会去找你们麻烦。大黑遭受了严刑拷打，牙齿都被拔掉几颗。科巴已经从萨西带来的口信得知，这是肖恩对自己宣战。大黑看着肖恩长大，当然非常了解肖恩的性格。科巴让大黑事无巨细地交代肖恩的种种优缺点，而大黑只说了一个点，那就是肖恩比他父亲更绝情，更富有野心。辛格动用关系救出了吉姆的父亲，吉姆是一刻也不想在伦敦待着，马上带着父亲赶往机场。这时接到了香农的电话，2人毕竟是情人关系，香农祈求吉姆去救自己的父亲。吉姆陷入了两难，他挣扎考虑了一会，将护照机票交给了父亲，然后带着父亲来到机场，最后又把 U 盘交给了父亲，让他在这里等自己。如果自己回不来，一个叫辛格的男人会来找他，到时候把 U 盘交给辛格，辛格会保证父亲安全离开伦敦。吉姆不顾父亲的挽留，执意去帮助香农救出艾米。科巴来到了阿尔及利亚大本营，老大巴瑟姆已被肖恩杀死，他的侄子阿西努成为了新老大。既然萨西带来了肖恩的口信，那要科巴让萨西再给肖恩送去口信。肖恩昨晚给萨西留下了联络地址，萨西见到了肖恩，提出科巴想要面谈。肖恩可以自己选地方，但是条件是只能2个人见面，任何人都不能带小弟。这一眼看上去就是陷阱，但是不知道肖恩作何打算。不顾莱尔和弟弟的反对，居然答应了这次见面。吉姆受香农的托付，趁着科巴去跟肖恩面谈，
独自来到科巴的大本营营救大黑。由于大家是一伙的，科巴小弟并没有太多警惕，撞倒了一名看守小弟后，吉姆对这里熟门熟路。几个小弟还在打牌的时候，吉姆已经找到了大黑，但是大黑右手被铐在铁椅子上，实在无法挣脱。两人对视一眼，大黑仿佛心领神会，将领带塞进嘴巴，防止发出叫声。吉姆抡起一根棍子，硬生生把大黑右手砸变形，这才从手铐中挣脱出来。两人准备从后窗逃走的时候，小弟巡查已经来到了牢房。无奈之下，两人只能束手就擒。小弟准备把吉姆绑起来，等待科巴回来处理。结果电光火石之间，吉姆干掉了3个小弟，随后纵身一跃踹开了后窗，终于带着大黑逃出升天。将大黑交给香农以后，吉姆对伦敦市半点留念都没有。父亲还在机场等着他自己，他准备离开伦敦，开启新的生活。肖恩和科巴如约见面，肖恩的确单枪匹马，没有带一个人，这让科巴非常意外。科巴可不会这么守规矩，外面已经安排了大批人了，随时都会冲进来把肖恩干掉。肖恩却不慌不忙与科巴展开谈判。黑金组织的作风一向都是过河拆桥，说科巴跟着黑金组织一定没有好下场。看看华莱士家族和大黑父子就知道，现在肖恩手里有黑金组织罪证 U 盘，只不过交给了吉姆，但是拿回 U 盘和科巴联手，一定能扳倒黑金组织。到时候两人共同成为伦敦地下黑帮的国王，不会再受任何人管束约制。这一番话下来，直接说到科巴心动了起来。辛德按照约定找到吉姆父亲，他已经和吉姆打过电话，几分钟就能到，让父亲把 U 盘交给自己。但是等到吉姆赶到的时候，匆匆忙忙的警察让他感觉不对劲。果不其然，辛德和父亲都被人暗杀在候机大厅。看着父亲死不瞑目的眼神，吉姆悲愤到了极点，他认为肯定是黑金组织干的。愤怒之下，找到了黑金组织平时和自己的联络人。尽管联络人一再解释不是黑金组织干的，但是吉姆根本不信，仍然毫不留情地将他杀害，替自己的父亲报了仇。画面一转，肖恩和科巴在车库等待自己的下属，女杀手交给肖恩一个 U 盘。原来辛格和吉姆的父亲是肖恩派人暗杀的，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回 U 盘，摆脱辛格的控制。他们看到，果然里面都是肖恩搜集的罪证，这让科巴很开心。黑金组织是要完蛋了，两人尔虞我诈的合作正式结成。两人合作的第一件事便是找到了新教父阿西夫。阿西夫还在大佬星空顶底下指责，说科巴的办事不力，到现在还没干掉肖恩。可是一转头就看到了肖恩，这把阿西夫吓了一跳。肖恩叫他不用害怕，科巴和自己已经达成合作，现在愿意给阿西夫分一杯羹，继续由阿西夫提供帮助，就是军火白面的走私路线以及港口码头等等基础设施，大家都能摆脱投资人的控制。阿西夫虽然很心动，但是上一季肖恩曾经派莱尔杀害了自己的儿子，阿西夫表示除非交出莱尔，否则一切免谈。现在的肖恩已经魔怔了，为了夺回权力巅峰，已经到了无人不能出卖的地步。于是他一狠心，将救过自己2次性命的莱尔交了出去。等到莱尔醒来时，已经被阿西夫倒挂在屋顶上。阿西夫悠闲地喝着小酒，宣称当时莱尔怎么对自己儿子，自己就10倍奉还在莱尔身上。肖恩和科巴联手，这让肖恩母亲玛丽安无比恐慌，加上肖恩又出卖了莱尔，玛丽安觉得自己已经不认识这个儿子了，于是他约见了大黑和香农。曾经两家的关系如此要好，现在科巴肖恩联手拿下伦敦，过不了多久，科巴一定会干掉肖恩，独享天下。玛丽安要大黑父女和自己联合起来，必须干掉科巴，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London belongs to us。香农开始实施计划，约出吉姆见面。吉姆虽然干掉了杀父仇人，但是仍然无法摆脱父亲遇害的痛苦。这时香农有意无意透露，是肖恩和科巴拿到了 U 盘，给黑金组织造成了痛击。吉姆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肖恩派人杀害了自己父亲。看着愤怒的吉姆，香农的目的达到，他直接拉拢吉姆入伙，寻找合适的时机干掉肖恩和科巴。莱尔的身下已经铺上了塑料薄膜，小弟们放好了刀具，等到阿西夫回来时，莱尔就会被残忍的对待。莱尔爆发了求生欲望，趁着现在没人看守，不断努力晃动身体，尝试着去构造桌子上的刀具，但是一遍又一遍，始终无法成功。眼见阿西夫已经来到门外，莱尔情急之下只能抓起了桌子上阿西夫先前喝酒的酒杯，他硬生生徒手弄碎了玻璃杯，随后将碎片捏在身后。等到阿西夫准备对他动手的时候，莱尔发动突然袭击，使用玻璃碎片刺中了他的脖子。趁着阿西夫挣扎的时候，莱尔快速用碎片割断了绳索，但是阿西夫已经爬到了门边，按响了警铃，顿时楼下就传来小弟的声音。莱尔来不及干掉阿西夫，只能跌跌撞撞向楼下跑去，但是所有出口都被堵死，最后只能顺着楼梯跑进了地下室。
这里已经毫无退路，莱尔只能与一众小弟展开殊死搏斗。莱尔从7岁就参加了库尔德成为女兵，接受过最残酷的体能训练，经历过无数次的真枪实弹战争，仗着灵活的身手和搏击的经验，一一撂倒了身强体壮的彪形大汉，最终一瘸一拐爬出地下室，来到了大雨滂沱的大街之上。这时身后车灯亮起，来人正是肖恩。莱尔以为肖恩是来救自己的，顿时整个人精神放松了下来。肖恩一把搀住莱尔，可是镜头一转，莱尔被阿西夫手下扯住头发，再次回到了刚刚到房间。莱尔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被肖恩出卖，不由得发出绝望的叫声。至此，肖恩、科巴、阿西夫3人的地下黑帮新联盟成立。肖恩迎来了自己的第一笔生意，利用阿西夫的航线运输价值1.4亿美金的白粉。可是等到小船靠岸后，手下们这才惊讶地发现，押送白面的小弟已经全部被人杀害，所有的白面也不知所踪。画面一转，阿邦老大卢安已经带走了这些白面，看来劫货的事情是他做的。卢安将车子直接开进森林，藏在了一个废弃集装箱内，随后给肖恩母亲玛丽安打去电话。原来这就是玛丽安的策略，她要阻止儿子和科巴的合作。肖恩得知货物被劫，直接就是一个暴跳如雷，怒不可遏。刚刚接管生意就出了纰漏，对于未来的发展简直是毁灭性打击。这件事情只有几个人知道，一定有内鬼背叛了自己。等到肖恩走后，对母亲无比了解的比利已经预感到，也许是母亲另有打算，阻止了这第一笔交易，就是为了拆开肖恩和科巴的合作。面对指责，玛丽安当然极力的否认。肖恩、科巴西夫3人紧急开会，无论如何第一批货都要供应上，但是下一批货最快都得3周以后，时间上根本来不及。于是肖恩和科巴决定马上起身，去往法国巴黎，从另一大毒枭手里暂时买货补上。由于萨西本身就是法国人，精通法语，于是肖恩叫他跟自己一起前往巴黎。现在玛丽安、大黑卢安还有香农已经秘密成立了联盟，准备低价倾销这些白面，势必要冲击市场，拿下话语权，推倒肖恩、科巴西夫的合作。但是玛丽安却没注意到，自己小儿子比利已经开始怀疑母亲。等他跟踪至此，果然发现了猫腻。肖恩、科巴前往巴黎，自然无法携带过多小弟、保镖等等。吉姆却在巴黎有势力，这是吉姆刺杀他们的最佳时机。于是，在香农的鼓动下，吉姆也紧随其后前往巴黎。比利砸开了集装箱，进入后只发现一辆小货车，果然打开车厢门一看，里面正是肖恩丢失的白面。比利马上掏出手机准备告诉哥哥，但是毕竟社会经验不足，如此重要的东西怎么可能没人看守？卢安拿过他的手机，打电话通知了玛丽安，该怎么处置他的儿子。玛丽安知道比利和肖恩关系要好，但现在不能走漏风声，只能把比利和白面先关在车里再说。肖恩、科巴已经来到了巴黎，果然只带了一个小弟和翻译萨西。吉姆一直暗地里跟踪，等待合适的下手机会。他们已经和毒枭约好晚上9点会议，时间还早，所以让萨西可以自由活动，逛逛街。吉姆终于有了动手机会，一把抓起萨西塞进了车内。吉姆让萨西冷静，萨西也认出了他。那天要不是吉姆护住萨西，萨西极有可能已经被流弹打死。吉姆说明来意，他要干掉肖恩，替父亲报仇。肖恩也是杀害萨西叔叔的凶手，萨西自然也对肖恩无比仇恨。于是两人达成协议，萨西知道肖恩和毒枭会面的地点是在一家高档俱乐部，但是那里戒备森严，吉姆无法带入枪支。萨西作为肖恩随从可以不被搜身，他会提前带入枪支藏好，一旦得知确定的房号，会第一时间通知吉姆动手。果然，等到会面时间来临的时候，作为肖恩的随从，萨西顺利带着枪进入了俱乐部。萨西得知他们会去贵宾室和巴黎毒枭会面，萨西确定了房间，马上借口去洗手间将手枪藏了起来，然后给吉姆发去信息，告知藏枪地点。肖恩会出现在贵宾室，吉姆准备了一套服务生西服，经过一番搜身后进入俱乐部，悄悄来到后厨推走一辆酒水车，来到藏枪地点找到手枪，然后准备去贵宾室刺杀肖恩。肖恩还不知道危险来临，和巴黎毒枭相谈甚欢，很快就达成了交易。正在这时，吉姆已经来到贵宾室门口，准备强行进攻。凭借过人的身手，很快料理了看门小弟，但是进入贵宾室才发现这里面根本没有肖恩的踪迹。吉姆一时间搞不清状况，这里就是贵宾室。萨西这才搞清楚，这房间是巴黎毒枭专享贵宾室，根本不是普通贵宾室。但是房间信号已经被屏蔽，无法发出信息提醒。这时，毒枭的小弟进来汇报，有枪手冲进来袭击。现在大家还不知道是谁在闹事。毒枭马上拿过监控查看，看到吉姆已经被包围，只能边打边跑，子弹有限，一时间陷入了苦战。监控已经拍下了吉姆，这让肖恩大吃一惊，吉姆怎么会追踪到这里？不过此举已经激怒了毒枭，都没开始合作，就给自己找了这么多麻烦。一怒之下拒绝合作，赶走了肖恩和科巴。吉姆捡起小弟的枪，一边射击一边寻找出路，终于找到了一个小窗，顺利的跳出了墙外。
外面接应的朋友发现了吉姆，急忙发动车辆，在追出来的小弟枪林弹雨中狂踩油门。肖恩已经反应过来，知道自己行踪的只有萨西，一定是他出卖了自己。科巴让肖恩不要在这动手，一切等回到伦敦再说。吉姆刺杀失败，马上给香农打去电话。香农又有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关在森林里的比利。他把比利的关押点告诉了吉姆，要他利用比利引出肖恩。知道自己去巴黎的只有母亲和弟弟，肖恩这时也大概猜到消息一定是母亲走漏出去的。玛丽安还想否认。此时小弟收到一个包裹，里边渗出的血迹已经让他们预感不妙。玛丽安小心翼翼打开箱子，里面赫然是一只断臂，上面的纹身显示这只胳膊来自比利。比利的手臂被吉姆砍断，这让肖恩陷入了极度的愤怒之中。母亲的一系列操作差点让自己送命，现在又伤害了弟弟比利。肖恩一怒之下宣布与母亲有缘再相见。这时吉姆打来电话，胁迫肖恩去做一件事，否则会马上干掉比利。科巴拽着萨西来到了阿尔及利亚黑帮大本营，萨西是他们的人。科巴让新老大动手处决这个叛徒。正在气氛异常紧张的时候，肖恩走了过来，简单叙述了现在的情况，他需要科巴的帮助，大家一起去营救弟弟比利。科巴走后，新老大阿西姆被科巴命令继续处决萨西，大家都是表亲，但是阿西姆也不敢违背科巴的意思。求生欲使萨西直接有了勇气，利用热炭偷袭了阿西姆，随后捡起地上的枪，连开几枪打死了阿西姆。这种情况伦敦是肯定待不下去了。肖恩母亲失魂落魄地来到森林，但是她惊讶地发现集装箱内的白粉和货车全都不见了。她马上叫来了卢安，现在偷走白面的肯定不是吉姆，那么只剩下大黑和香农这对父女了。吉姆在这里找到比利，那一定是香农告诉他的，这说明大黑父女已经在搞小动作。 Get it back. Whatever it takes, get it back. 果然香农是一个极富野心的人物，他已经准备趁着现在各方势力斗争，带着父亲坐享渔翁之利了。他已经利用了玛丽安、卢安和吉姆，让父亲在这等待乱斗的结果，一举回到黑帮权力的巅峰。吉姆带着比利，他们已经和肖恩约好了见面地点。肖恩和科巴也带了大队人马，势必要将吉姆除掉。肖恩让司机开进加油站，顺便买点吃的。肖恩叫了2个汉堡薯条套餐，仿佛在计划着什么。等到科巴小弟过来催促的时候，肖恩知道动手的时间到了。一会吉姆发来了见面的地点信息，肖恩让科巴吃饱喝足再去办事，让小弟先开车出发。他们等到厕所小弟出来就跟上，但是小弟迟迟都不出来，汉堡已经被科巴炫了一半。这时才发现不对劲，科巴已经感觉呼吸困难，浑身失去了知觉，紧接着七窍流血，异常惊悚。 No fucking way. 不一会科巴就断了气，原来肖恩已经在厕所里干掉了小弟，随后在食物里下了剧毒。吉姆给他开出的条件就是干掉科巴才能放走比利。现在科巴已死，吉姆便告诉了肖恩另一处真正的见面地点。大黑和香农父女2人还在汽车旅馆，果然是他们偷走了白面。香农已经计划好一切，能熬过这一关，伦敦就是父女2人的天下。这时门外传来了汽车声，父女2人知道这是玛丽安和卢安派来的杀手。果然一对戴着头套的杀手，手持武器进入了汽车旅馆。除了电视里播放的枪战片，大黑一家人并不在这里。但是令杀手们开心的是，所有白面都还在卫生间。正在大家认为任务完成的时候，伴随着电视机里枪战片的火拼，大黑父女也展开了屠杀模式。一阵猛烈的扫射过后，旅馆的幕墙已经被彻底打穿，进来的杀手无一幸免，横七竖八地躺在了地上。大黑拎着枪走出屋外，与外面车里面的卢安对视。大黑随即拨通了卢安电话，声称我们之间不必要搞成这样，我偷这批货也是为了你。他让卢安耐心等待，过了今晚，整座伦敦地下黑帮将会重新洗牌。2人毕竟真的是有过命交情。卢安听罢不再追究，主动开车离开了这里。肖恩来到见面地点，从后备箱拖出死得透透的科巴。吉姆仔细观察，确定科巴已死，便用枪挟持比利现身，随后让肖恩脱掉外套，慢慢转过身去。虽然比利让哥哥别照做，肖恩还是扔掉了枪。吉姆让肖恩跪下，科恩为了弟弟乖乖听话。兄弟俩的感情的确很深，但是吉姆的本意并不是要干掉肖恩。肖恩杀了自己父亲，自己也杀过肖恩一次，况且干掉肖恩带来的恶果，自己已经体会到。正在陷入两难的局面时，比利摸到了一把螺丝刀，开始对吉姆发动偷袭。一时间，肖恩和吉姆陷入混战，但是论动手武力值，肖恩远远不是吉姆对手，很快就被打趴在地。吉姆找来一根绳子，不顾比利的苦苦哀求，将肖恩拴住脖子吊了起来。但是他的本意并不是干掉肖恩，于是给他找了个轮胎，让他脚尖够到轮胎得以喘息，随后开着车子带走了比利。后面警笛声响起，
吉姆已经报了警，把肖恩和比利丢给了警察。最后科巴被杀，肖恩入狱。阿西夫居然并没有杀掉莱尔，而是将他放了出来。莱尔对肖恩的仇恨刚好可以为他所用，在利益面前，哪怕杀死仇人都可以变成合作伙伴。肖恩在这一季成了最大输家，不知道下一季和弟弟比利又有何动作。2天后，黑帮大会再次召开，玛丽安、大黑、香农、吉姆重新组成了新的黑帮联盟，登上了明争暗斗的伦敦黑帮舞台。随着玛丽安和大黑意味深长的对视，吉姆居然露出了笑容。以上是伦敦黑帮第2季的故事。这一季的场面很大，但剧情逻辑有点混乱，应该是为了第3季做铺垫和换血。肖恩是否能逆风翻盘？吉姆真的彻底黑化了吗？如果你喜欢追剧又没有时间，那不妨订阅约翰，接下来会有更多一口气剧集解说。认准我的频道，一口气看剧找约翰，沉浸体验剧好看。我们下期再见。